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那么这一节要带您看看国际的政治议题。那么加入我们的包括前驻纽大使介文吉介大使午安。佳琪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贤赖老师午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稍待一会呢，我们郭建亮亮哥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行列，但我们当然要先带大家来聊聊了。这个话题的中心都围绕在美国总统川普接下来要访日，那么高市早苗准备好了吗？那么川普下午抵东京，日本呢出动了1.8万个警察，史上最高的维安。在他到访之前，日本的新首相承诺会加速增加军费。高市早苗说了，承诺增加国防支出，提前2年实现国防支出达GDP 2% 的目标，为川普访日做准备。那么现在美国总统川普将于2度执政之后再访日本，是不是等于期望加强美日同盟呢？川普第二政权上任后的第一次就访日本了，那么他将与刚上任的高市早苗举行会谈，在日本周边安全日益严峻的背景之下，大家来讨论日美同盟是不是希望建立领袖之间的互信关系呢？高市早苗现在在东南亚完成了外交首秀，那么要继承安倍的理念。他出席东协会议的时候呢，有完成了首度的外交首秀。在中美对立及世界多极化不断的发展背景之下，日本致力于跟在地缘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东南亚加强了经济跟安全保障领域上面的合作。但是美国的亚洲盟友在对上了是大陆的多边布局。我们带你看到高市早苗处联手东协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区。你可以看到他在峰会上面呢，呼吁这个印太地区要来促进这些自由开放，同时计划扩大安保能力，强化支援机制，那么将更多的东协国家纳入在这个里面。高市甚至跟菲律宾总统马可仕会谈的时候呢，讲到了双方欢迎自卫队跟菲律宾军方一致同意继续来加强所谓的安保合作。那现在就连南韩总统李在明都认了韩美协议，川理会现在呢是会前难产，暗讽美中如磨石夹击啊。他说呢，针对南韩跟美国总额达到3500亿美元的通知，双方陷入僵局，赶不及在29号跟川普会谈前敲定贸易协议，希望化解2大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现在南韩夹在中间，就像夹在2个磨石之间的国家。那么现在李强到了新加坡会黄循财，没想到他就讲了，欢迎更多的新加坡企业投资中国。他说，当前多边贸易受到严重冲击，中方愿与新方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和全球经济化。黄循财就说了，会谈有很大的成效，重申深化数位跟绿色经济领域的合作，维护多边主义的共同承诺。那么现在李强会晤新加坡的总统，共建中国东协自贸区3.0版。德媒就说了，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损害远大于川普的关税大棒。那么德国经济学家就讲到了，中国人呢对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损害却更为隐蔽，危害也更大。同时很多领域占据了一些垄断的地位，不管是药品、晶片还是稀土上面，北京当局随时都可以发起致命的攻击，伤害绝对是比川普所谓的关税还要来得大。而我们现在带你来看到的是，美日部署印太多事之秋吗？中国现在轰炸机绕台演练，川普跟习近平会晤前夕，是不是在释出什么样的军事讯号呢？路透呢引了中国央视的微博指出，他说，最近的东部战区以这个实战为导向训练，主要测试空中封锁跟精确打击等领域的作战能力。这项军事活动在川习会的前夕，当然就会引发更多的国际关注了。那么现在印太国家的劲敌现踪 GJX 无人机3种战略定位，它被公开亮相，不只是技术的展示，对印太地区的防卫思维也带来了所谓的实际影响。那么呢，它显示印太战场正在加速一个叫做无人化的竞赛。那么你可以看到，促使美国重新评估第2岛链，像是关岛啦、菲律宾的空域部署跟防护策略。那你可以看到，现在聚焦在印太，美国国防部长将出访日韩等亚洲4国。美国防长呢，将在未来几天访问亚洲。华盛顿也呼吁这些地区的盟友要增加军事的支出来抗衡中国。现在美国的海军尼米兹号的航母2架军机，没想到在南海相继坠毁。
美国呢说他们正在调查原因，就这么巧，美军一架 MH-60R 的海鹰号反潜直升机跟一架这个 FA-18F。那么超级大黄蜂，他们在这个打击战斗机的部分呢，在南海执行例行任务的时候，30分钟内接连坠海，外界就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美国军方说现在还要来调查原因。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你怎么看这个川普跟高市早苗？我觉得高市早苗讲话还是比较保守啦，他不会像赖清德啊，就直接吹说2030国防预算要增加到5%啊，因为他知道美国对2%是不会满意的，他不讲啊。事实上，日本他们本来就想要提高到北约的水平，那北约就是3.5%，可他也不讲，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个问题，就是川普讲了，我在表示，我有听到你的话啊，我有努力了。为什么呢？因为川普一定会提出那个5500亿这个议题，我不认为高市早苗会执行啊，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议题是留在手里面，表示说，我有听到你的话，那就是国防预算。就国防预算，我认为日本不会只有2%啦，他一定会讲出一个比照北约的模式啊，那川普听了就会比较高兴啊。可是5500亿就再耗着吧啊，反正耗到明年如果关税战结束了，搞不好我就不用去了。我觉得李在明也有点类似啊，你不觉得李在明也不知道怎么办啊？那基本上这个，我觉得川普基本上对日本的要求，主要还是他只看到那个具体的金额啦，那就是国防预算你要出多少啊，然后要投资美国多少，他谈问题的方式大概都是这样啊。那事实上，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吉隆坡，这个我们说王文涛跟那个贝森特的2个人出来，贝森特的表情不是很好了啊。那他现在都在对外放话了，说美国要求中国大陆稀土延后1年实施嘛，我认为王文涛并没有答应他，所以他出来表情不太好啊。搞不好是要到川普那边才要决定的不然李承刚也是很硬的那目前只听到中国大陆可能会愿意买部分的大豆了那我看到的数字是大陆一个金融分析师讲的，那个人叫洪浩，他说中国大陆可能会买126万吨的大豆那其实量并不多因为他今年到现在大概只买了600万吨，去年是2200万吨，差很多，差很多所以我觉得啦，我觉得目前虽然美国都认为中国大陆是打得很凶啦，让得很少啦可是我认为习近平并不愿意跟川普给人家感觉好像谈吹了基本上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是乐见川普来当做交易的对象因为这个人比较没有意识形态很爱交易，那比较有可能会交易出一些大的项目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不可能在 APEC 跟川普闹翻了我认为不会因为他们认为大交易应该是明年1月吧就是稀土看可不可以换到半导体管制的让步，对，或者是换到台湾议题可是不是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太赶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应该跟美国在芬太尼会有一些结果，那在大豆也会意思买一点那其他议题我期待不高就是所以贝森特会觉得没有面子嘛因为在马德里的时候事实上芬太尼早就谈完了只是没有签而已所以贝森特等于没有得分，你知道吧变成面子都要做给川普嘛对所以我的感觉是对 APEC 的中美谈判不要期待太高了那我觉得川普去韩国去日本都是用钱计算的啦所以然后他那个 APEC 也没有兴趣嘛所以主要会议他不参加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啦那就是
落个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在谈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好，那我们来问一下谢大使，你又是怎么样子看这一局呢？其实这次川普去这个日本访问啊，感觉好像是居高临下。哎，那日本尤其高市早苗啊，刚上任啊，也是怎么讲呢？就是尽量想让川普高兴。那不过就是说，日美关系本来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日本就是把美国还是当作宗主国在伺候。而且这两个国家，我为什么不平等呢？因为美国还有3万多美军进驻在日本，那亚洲最大的基地还是在这个空军基地，还是在这个琉球啊。虽然日本对琉球只有行政权啊，那可是就是说，美国在日本还是驻重兵，然后美国在这个东亚唯一一条航空母舰是放在日本的横须贺港，2次大战以来就从来都是重兵放在日本。那并不是说要从日本出发进行很多攻击性的行为，其实这个驻军当时原始的意义就是压制日本，就是看管日本。这个任务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因为美国人记得非常清楚，在2次大战的时候，唯一去攻打美国的领土，而且对美国在东亚的利益造成极大威胁，就只有日本。日本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所以美国到现在还是在压制日本。那日本从有外国军队进驻到现在啊，都还没解决问题上的时候啊，日本人心理上也常常讲说，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也就是说，说的明白一点，它就是这个跟美国它有一个宗主国叫美国。那川普这次到日本呢，是等于说是怎么讲呢？给高市早苗考试。高市早苗考试，因为他虽然对高市早苗有很多称赞，他说听说他很能干啊，听说他是安倍的一个继承人啊，我跟安倍很好，对，所以我对他印象很好。这话中有话，而且川普这一次做了很多事是很不给日本面子，为什么呢？听说川普要从一个美军基地里面，在日本一个美军基地坐飞机，坐什么飞机啊？美军的直升机带着这个高市早苗到另外一个美军的基地里面去，那就变成高市早苗在自己的国土里面，好像被外军挟持一样。我不晓得日本的这个社会跟媒体怎么看。那也许日本已经被霸凌太久了，感觉无感了，觉得美国就是他的太上皇。那我觉得这一次川普会在日本摆出极高的姿态。除了说我们日美同盟很重要，其实骨子里是要日本拿钱。那这里面有一点这些最大的问题就是5500亿的问题，那到现在没有讲清楚，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会弄得蛮清楚。另外还有就是美国驻日美军的部分分摊经费也是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的话，川普会跟高市早苗我想会初步接触。那另外高市早苗这次背的礼呢，我感觉上是太小了。为什么？他是说我要买美国的皮卡，就是美国的小卡车，对，我还要买美国的黄豆，这样有用吗？对啊，所以他出这么小的礼，我看最后他这个迎门的贵客会不会满意我觉得是蛮难的，因为川普的胃口绝对不是这么小一点的。那赖老师，你就是怎么看这一个呢？高市早苗如果有3个问题没处理好的话，他可能一开始他在日本的政坛他就站不住了其实这个对他来讲是很严肃的一个考验。第一个就是川普不会客气的，有关于这个美军驻日的军费过去他在第1任的时候就要求要增加1倍，20亿以上美元每一年。当时安倍晋三用尽各种办法维持在10亿左右，已经调高了，但是川普当时就还是很恼火。那他打算是在第2任的时候要要日本买单，但是第2任他没选上。那现在他第3任选上了嘛？因为中间隔了一个拜登，对，所以我觉得他虎视眈眈，他会要求日本就是调高驻日美军的军费补助这个1倍以上，那就是要20亿美元以上。所以高市早苗用 GDP 的2%没办法满足川普的，
因为川普要的是我的驻日美军的钱要增加。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5500亿的现金，高市早苗希望说他能掌握监督权，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能够参与插手的越少越好，这钱就是我的了。你什么时候兑现？现在是川普是要这个高市早苗列出一个路线图，现金什么时候给我用我想这个高市早苗能不能顶得住？那第三个就是有关于这个美国的农产品，还有汽车，美国的汽车不只是皮卡，它要进入日本的市场，你日本怎么开放，然后让美国的车能进来？我觉得高市早苗要处理这3块，没处理好，那我看他的位置那就非常的严峻了，他的处境很严峻。第二个呢，高市早苗上来还是走旧的安倍晋三的风格他要拉美国遏制中国的发展，拉东盟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他的讲话中都是这样如此的话，即使他对中国的论调有所缓和，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的动作跟他讲的是2件事，他的动作都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嘴巴讲的是缓和，所以我个人认为中日的关系缓和调整的空间并不大。另外就是东盟，他虽然拿出一笔钱来，但是东盟连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东盟都不愿意选择站。东盟怎么可能在中日之间选日本这边？不可能的。因此，东盟的目的在哪里？跟日本要钱，但是不会站在日本这边。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可能想得太美了韩国的李在明是无病呻吟，因为是你自己找来的。为什么？美国是压迫者，美国压迫的韩国说你要去伤害中国大陆，那你韩国，你为了减少你自己的伤害，你去伤害中国大陆，那大陆是无辜的那他为什么平白要被你韩国人来伤害？所以大陆当然要反制嘛。那大陆一反制了以后，韩国人就说我好痛我夹在2大国之间，我是磨刀石，被你们2个这样磨来磨去，我很可怜。我说你胡说八道，美国压迫你，你就应该跟美国对抗嘛，而不是美国压迫你，你过来压迫中国。那中国大陆反制你的时候，你却说你是受害者，那简直是神经病我就觉得是有脑袋有问题。德国那个经济学家，那个经济学的教授叫做脑洞大开4个字。为什么？中国什么时候用他的这些稀土啦、药品啦等等去攻击侵略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所以中国大陆基本上是和平主义者，他是反制的。侵略者是谁？是美国、欧洲侵略中国大陆，逼着中国大陆反制。一个反制的就是自卫反击权这个是和平主义者直接攻击别人的就是侵略者。我是觉得这个经济学教授书读坏了没读好，脑洞大开。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持续带您讨论许多的国际议题。首先要带您看到的是贝森特的部分。那么我们带您看到美中谈好多细节，现在带你一次看。美国的财长说不课大陆100%的关税，但是北京稀土会管制延后1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了，预计中国将暂缓稀土出口管制1年，并恢复购买美国黄豆，而美国不会对中方课征100%的关税。就 TikTok 最后的最终协议也会达成，就待川习会来正式签署。根据中美的说法呢，你可以看到会涵盖很多的议题，那么包括了出口管制，包括了延长互征关税休战，共同打击芬太尼的非法贸易。双方也讨论农产品的采购、制造汽车跟战机等稀土材料的供应。TikTok 跟整体美中的关系，接下来都会来聊。而贝森特还自曝他自己也是黄豆农户，中国拒买美国的黄豆，他说农民的痛我都了解，他说他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份痛苦，他认为他们已经解决了农民的担忧。当与中国的贸易协议公布的时候，我们的黄豆农民将会对本季以及未来数年感到
非常满意，但是是不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华盛顿邮报就警告了，美中协议只是1年的缓刑哦，中国稀土勒索未除。他说呢，尽管美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紧张谈判当中，看似已经有一个双赢的框架协议，但是还没有到达庆祝的时刻，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休战，不是全面的和解。美国换来的只是这稀土勒索的1年缓刑而已。而现在，《人民日报》呼吁应该要共同的来维护来之不易的这个中美磋商成果。人民日报说了，他说呢，这个指出中美在吉隆坡举行的新一轮的这个经贸磋商，就解决各自关切的安排达成基本共识，磋商的成果是来之不易啊，双方应该要好好的维护才是。那么现在何立峰也喊话了，希望双方管控分歧。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他就讲到了，这个中美双方应该要互相维护这得来不易的这个磋商成果，盼双方能够管控这个分歧的部分。中国贸易代表也暗批美，最近呢，中美的贸易震荡都不是中方愿意的。李成钢直接说了，过去1个月出现了一些震荡跟波动，中方都是用诚信认真落实中美日内瓦谈判以来达成的共识安排，出现这些震荡跟波动，都不是中国大陆愿意看到的结果啊。那么川习会前，中美初步共识是要休整还是休战，现在还不知道。那么现在由于中美在贸易上、产业上、地缘战略上、全球地位上都有各式各样潜在的冲突点，要和好是不可能的。李成钢就讲到了，美方表达立场是强硬的，中国维护利益也是坚定的。强硬对上坚定，这场没有看到硝烟的战争是要打下去吗？此刻的差别就在下一步到底是要休整还是休战？应对中国，现在川普东南亚3国签约分散着矿产供应链。路透社跟纽约时报等外电都报道了，根据白宫发布的联合声明，美国跟马来西亚、柬埔寨签订了一些互惠的贸易协议，跟泰国也签署了一份贸易框架的协议的框架。那么呢，处理这个关税跟非关税壁垒的相关问题，针对这3国的关税将维持19%，但对特定产品的关税会降到0%。中国的稀土管制现在引发欧盟的警觉，冯德莱恩也说话了。冯德莱恩说什么？必要时我们要动用所有的工具，用这些工具来准备因应。他说他们要跟7国集团的合作伙伴研究共同因应。冯德莱恩也警告，尽管中国在稀土方面的举动源于中美之间广泛的经济摩擦，但是它也对欧洲造成了重大影响。而且呢，他说这地区的90%稀土磁量的用量都是一些中国进口的，所以现在稀土跟半导体的会谈是不是安排不足呢？德国外长想要推迟访中国了。德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说，这一次的访问将延期举行，就是因为目前未能在中国安排足够多的会谈，介于中国在贸易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力，我方对行程的推迟表达非常的遗憾。那么中国“15+5”的计划启动，半导体与 AI 自主化成了发展重心。谢峰在美国交流“15+5”规划，那么强调坚持拥抱经济的全球化，甚至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我们要来请教一下亮哥，讲到这个贝森特，你刚刚已经有提到了嘛？您怎么看这一回呢？我还特别去查中国大陆政府的看法，他说这个只是美方单方的说法，没有证实，没有证实，所以还是个未知数。本来因为大陆当然知道贝森特就一路都是这样骗来的嘛，他都把话先塞到你嘴里嘛，所以上次才会被李成钢教训嘛，所以为什么他跟李成钢这么不好？他又来了，他就每次都用这种招数啊，然后就跟美国的财经媒体就先报道啊，先把话放出去。对啊，就是说中国已经同意了啊。其实你去想一想嘛，中国大陆的稀土管制出口如果延后1年，那你得到什么？川普只有虚晃一招，说要征你100%的税，这个100%的税实际上并不存在啊。那你这样岂不是被人家玩了？我不认为会有这么愚蠢的作为啦。如果真的是这样作为，我认为回去一定被骂爆。没有人这样谈判的啦。你半导体也没有换到啊。难道美国管制出口对你都没有伤啊？对不对？所以我认为
很难想象是这样的结果了啊。这个，我今天有看到一些这个海外的华人，他们就直接讲说中国果然又贵了。哦，他们的评语就是这样啊，说中国果然又贵了啊，说稀土管制这种核弹打法果然打不下去，这种评论已经开始了，是从海外开始的。那如果成真，我不知道他对内如何交代，而且你以后要再打出这个议题，谁会理你啊？谁会理你啊？所以我说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你真的而且你准备了很久，10月9号商务部一下推出6份公文，结果就川普一个100%的一个虚招，你就退了。川普这个虚招100%，你要跟他对干啊！你加我100%，我也加100%啊，看谁挺得住啊！这样才是真正的贸易战嘛。那如果这样，川普我觉得一定会看不起你的啦，觉得啊你这样就挡不住了，那以后那太容易对付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是王牌啊，王牌不能乱打，你拿王牌打一次被人家看穿了，你以后再打什么牌都没人相信了。对，所以我不知道啦，我本人不相信啊。那可是我也很想了解美国到底答应了什么，因为你现在没有看到美国让步的部分了。你现在是看到啊，好像美国让步的就是那100%，那100%并不是现有的措施那这样哪里叫让？这样我虚空一招，再收回来，买空卖空你就退了。哪有人这样谈判的啊？所以我是难以想象了。那至于德国那个外长为什么在生气？我觉得这个外长真的是非常没有经验的。你选择这个时间要去访问中国大陆，那要求重要的人你都要见到，你只是外长你什么东西啊？你又不是总理。中国大陆现在一大堆重要的干部都在哪里啊？都在亚洲啊。所以我说奇怪，你怎么会安排出这样的行程呢？那真的是很怪啊！而且这个外长常常讲错话我们这里就不来特别讲他了啊。我的意思是说，这很奇怪啦。所以外长没有访问到后面就整个都严了嘛，就是这样了解。好，那我们来问一下介大使，你又是怎么看呢？当然这次的谈判现在目前双方讲的话很多都没有办法并得很拢啦。谈得很拢，那这也是目前就是说各国的这些谈判的一个新的一个特征，大家都捡对自己有利的话讲，也就是说各自都宣布成功胜利。对。可是呢，如果说这次议题有10个的话，那只是说你可能赢了5个，他可能赢了5个，最后就变成就加起来不输不赢。这个是现在在一个透明化然后全球化的世界，所有的谈判都必须要这样做。就是说大家都要宣布自己的胜利。那这种要宣布自己胜利，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说谈判的议题要多元化。比如说谈判不是单一议题，没有人谈单一议题，这种谈判一谈都是7、8个到10个议题。那最后就各捡自己所需，说这个我拿到了，其实他那边放给别人。对，那这个有关黄豆的部分，事实上贝特特他也讲说，他说未来未来几年中国大陆承诺会买一些黄豆，可是没有说今年了，今年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些话里面大家都有话术。那现在就是说，刚刚我们也提了，就是人民日报就是说他那篇文章，中深的那篇文章，双方要珍惜得之不易的谈判的一个结果。那这个就变成就是说是看中国大陆官方为一个比较明确的表态，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川普到韩国就可以跟习近平主席见面现在还没说还没说，因为李成钢他在他的记者会里面他说我们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可是呢目前下一步呢是要把这个谈判的成果交给透过程序交给我们的这个决策机制来审批的意思。还没定案。你说川习会10月30不确定？不确定
不确定啊，因为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我一定见呐、因为事实上上一次这个郭家坤最近一次的讲话是说，双方已经就双方元首的会晤之事进行了协商。那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我们会随时提供。就讲到这里啊。那现在我们今天是27号嘛，30号还有2天。对，所以这2天我看这个大陆应该还是在吊美国的胃口，还是？那最后的话就是说还有很多细节的部分啦，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习近平根本就不太愿意见川普，因为跟这种人打交道，事实上的话真的是风险很大。那不过这个上海的股票已经大涨了，我们台北的股票今天也大涨，所以呢，双方的这个各说各有获得所失啊，事实上还是有它效果的。那赖老师你怎么看现在的美中两边的关系呢？中美的贸易谈判谜底当然就是我的判断了哈。10月30号揭晓啊。10月30号，习近平跟川普的会面的几率是高的啊，因为他30号就启程到韩国去了。那川普也要赶到这个韩国来。那川普是专程来跟习近平会面，习近平是去出席 APEC 的峰会，然后同时也进行对韩国的国事访问，3天，就是30、31号，所以2个人在30号见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次谈得好的话，那在明年的2月17号之前，也就是农历年之前，川普到北京访问的可能性也就存在。提高。可是川普如果到北京访问，要带大礼去，你如果没有带大礼，你就不需要到北京来访问。那接着川普有宣布，就是说他希望习近平能够回访，那也就是在 G20 秋季的时候到。那同样的，中国也会带礼物、带大礼去。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子了哈，就是说各位想想。在现在中美的贸易额已经比这个贸易战，也就是今年的2月开打的时候，已经降到大概10%左右，11%左右了。那也就是说萎缩了很多了，这第一个。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大陆跟美国之间，大陆依赖美国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这第一个。第二个，过去贸易战打到245%，美国的关税，中国都没在怕。而还手的就是145%，怎么可能你川普的100%他就怕得要死？245%都没在怕，怎么会怕你这100%？更何况我刚刚在强调，中美的贸易额已经萎缩到10%，坦白说，美国的杀伤力已经没有了。那因此这个贝森特的吹嘘说哎呀，川普的那个100%的关税给他有个谈判的筹码，那是胡说八道。但是问题就在于稀土制造，稀土你去开采、提炼，然后你主要是要卖的，但是我要卖，我把它变成工具，变成武器，主要是因为你的半导体本来也是应该要卖的，你的光刻机也是应该要卖的，但是你把它变成武器来对我，我当然把它变成武器来对你。如果你取消对我的这一些限制，我当然也会取消对你的限制嘛。但是法令规章就是法令规章，所以要把法令规章拿走，我想美国想得太美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要带您来看看川普的亚洲行。那么，川普热热闹闹的来到了亚洲，载歌载舞开启了亚洲的访问，来到了马来西亚，受到了热烈欢迎。美中日韩高层外交即将来登场。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川普一下飞机就跟马来西亚的传统舞者一起来起舞，看得出来他真的是很开心，现场气氛也很嗨。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就表示，这不是一个访问而已哦，这是一次友谊的延伸跟信任的象征。你可以看到，这个美国总统呢是就在这个底下跟这个欢迎他的人两边是来就是队伍的。但是这个大马首相安华调侃川普说：“你真的很爱破坏规矩耶，怎么回事？”带你一起来听听。The world needs leaders who promote peace strongly, and to achieve that,
you have to break some rules, as you did today. When President arrived, he asked me to join him in the car. I said that's against the security and protocol rules. And he was delighted to break the rules, and I... A nice ride. It was a nice ride. And we share a lot of things in common. I was in prison, but he almost got there.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是蛮幽默的哦。他说呢，为了拉近跟川普的关系，他说他自己还坏了安全规定，爬上了川普的车，而且还调侃一下川普说：“哎，我坐过牢，而且他也差点也去了。”引发这个大家是哄堂大笑。而现在泰国、柬埔寨正式签署了和平协议，那么川普就高喊了，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带你一起来看看。Well, this is so exciting because we did something that a lot of people said couldn't be done, and we saved maybe millions of lives on this one peace deal itself. And I'll tell you what makes me so happy is the two countries we're dealing with, and the third that helped so much. 好，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川普说他自己完成了，就是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啦。安华也感谢川普促成了这一次跟柬埔寨总理洪马内呢致辞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不过你可以看到呢，川普今天早上搭乘专机要离开大马的时候，安华跟内长呢还特地跑到饭店去欢送他，足以见得哦，对川普有多热烈的欢迎。川普在搭乘空军1号的离开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就特别过去送他，那也结束了为期2天的访问马来西亚行程。只不过现在美国的国内恐怕也让川普非常的伤脑筋了，嫌遣返的速度不够快。那么川普你重组 ICE， 他们呢打算重组这个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计划，打算更换全国多个地区办公室的高层。这项计划呢尚未敲定，源自于白宫对这个遣返的进度是相当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样的速度远低于川普的要求，也因此有了这样的计划出现。那么讥讽国民兵现在有民众播《帝国进行曲》，没想到却被逮捕。那么人权团体就批美国难道没有言论自由了吗？川普以维持治安向美国城市派出国民兵引发反感，在华盛顿区有一个男子就拿手机大声播放所谓的《帝国进行曲》表达抗议，没想到国民兵就恼怒了，第一时间就把他逮捕了，而且还逮捕一段时间，就引发了人权团体的批评，这样子对吗？表达自由都不可以吗？而现在美国政府呢关门停止国内的粮食援助，民主党就轰川普拒绝动用所谓的紧急资金。那么基金来使用，这笔钱是用来应对自然灾害等潜在的紧急情况。那么民主党就痛批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你都不用，然后让现在是不是要停止这国内的粮食补助了呢？而现在美国2028的选战布局难道已经悄悄展开了吗？川普的劲敌加州州长现在说有意参选总统，他说如果我说我没有意的话，那就是在说谎。那么表示他接下来不会缺席这一场选举。那么纽森接下来是大家很关注的人物之外，现在有人就说了，还有他别忘了贺锦丽，他没有，他说还没结束哦，暗示是不是2028他也不会缺席？他说我还没有完成我的目标，暗示会积极争取，而且还说川普根本就是一个暴君。川普过去说要将司法部武器化，他现在真的是这么做了。其中选举前哨战，现在曼达尼左倾的政见西票，华尔街恐怕会出现一个撤资潮。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你怎么看川普这一回亚洲行好像放得很开？我放得开是他会演呐，可是大家都知道东南亚、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已经远超过美国了嘛，而且包括基建，包括相关的公司的投资跟布局，那已经差很远的啦。东南亚现在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贸易伙伴而且我认为已经很多人把东南亚当作中国的腹地的延伸了，所以中国的经济其实几乎跟东南亚是一起在发展的所以比如说中国大陆的15、14、其实东南亚也很注意所以你去看中南美洲跟美国有这样吗？显然是没有嘛所以中南美洲跟美国的配合的关系就非常不好吧，所以你看，大概去年的美洲峰会就搞得乱七八糟好像2、3年前吧
就美国自己在洛杉矶搞美洲峰会都搞不起来。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啊，就是川普上来之后是变本加厉，连加拿大都跟他搞吹了嘛。那现在因为登了雷根广告，又被加了10%的关税。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演戏的没什么用啦，经济是很实际的啦。就是东南亚为什么越来越多国家偏向中国大陆，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在嘛。这个很现实的啦。而且双方现在不只是在 RCEP 现在还有在那个 CD 那个 TPP CPTPP 啊，也有几个国家在里面啊。所以它是双层的多边啊。其实这个我们站在台湾就非常有感啦，因为我们不在里面。对啊，那因为他们在里面，所以他们那个联动关系，我是觉得大概美国是完全难以想象啦。我们且不要讲东南亚国家啦，连日本、韩国都是这样。比如说高市早苗，他现在要考虑对中国，就要考虑他有20%的出口是到中国，他就要考虑这个因素啊。韩国也有24%是到中国所以我是觉得美国大概是难以想象啦，所以我并不认为他这趟亚洲行有明显的突破啦，因为他事实上是没什么兴趣了。连 APEC 主要会议他不去，你这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好不容易绕这一圈了，我主要会议还是不参加，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在眼里啦，就是他对于亚洲多边的东西，大概就是过水这样而已啦。那他最主要还是在处理单边的，比如说跟中国、俄罗斯这种大国关系，除此之外都是美国自己的事情。那美国自己的事情就是乱成一团的。这个我也不知道会搞到哪里去啊。这个现在连 ICE 也在抱怨，我的老天呐！ICE 不知道已经为了你得罪多少人了，你现在还抱怨遣返的不够快，我的老天呐！伤透脑筋了。那我来问一下谢大使，你怎么看美国现在内政恐怕也是很伤脑筋了？内政现在美国很多地方是形同戒严啊，戒严最大的表征就是什么呀？就是军事管、军管、军人接管。美国华盛顿现在满街军人行走啊，而且军人还抓人，他是什么授权啊？我们台湾很多国家再乱，他还是怎么样？警察在街上维持治安嘛。而且《帝国进行曲》是星际大战的歌对他凭什么抓人？对啊，这只有戒严，所以川普搞半天是搞戒严，所以美国真的搞得一团乱，所以700万人上街头要他下台啊！最主要 No King 是什么 ？King 是政绩国家，我说的就是法律。现在川普就是这样啊，他就是国家，然后他要干什么？把白宫这个房子一拆就给你拆掉一半，你怎样？对，然后呢，他要怎么干怎么干。那比如说这一次他到东协来，其实他也没有参加东协的峰会，你知道，他到 APEC 都不参加了，东协他还会参加吗？其实他到东协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那个签和平协议。对。然后他是被安华给骗去的，安华说你来，我有个好东西给你，所以安华是老狐狸，他很清楚，川普就是要那个名，结果川普的演讲你说有多可笑？他对于这个柬埔寨跟泰国的和平有什么贡献？他自己讲了，他说打仗的时候我正好在爱尔兰在打高尔夫球，然后我就决定要做一点事，然后就说球不打了，然后就打了几个电话，就和平了。你相信是他的电话打错和平的吗？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些东协国家也很贼啊！这个家伙就是好此道，对不对？他喜欢吃这个，我们就给他上这道菜，他就来了。那对安华来讲，他这个搞这个东协，他很有面子，把这个川普搞来，对不对？然后川普那个演讲又是荒腔走板，在那边还说这个和平本来是应该是联合国做的。那联合国都不做，现在都是我在做。我搞了8个和平，然后呢，联合国还整我，我去演讲，那个读稿机给我搞坏了。然后呢，那个我太太要上电梯，电梯也坏了，而且我们一走以后，电梯又好了。哇！所以这个川普真的
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他真的快变成喜剧演员了。我每次听他讲话，我都笑得很，觉得太有趣了。那他事实上这个 APEC 他也不参加，APEC 要比东协重要很多，他是跨太平洋的，他也不参加。所以呢，他去韩国，韩国是捡到了，因为他要见习近平，要见习近平。那日本呢，是不是捡到？也是捡到。那中间顺道有一个怎么样殿党的节目，就去日本。那这个高市早苗还要在那边卖力表演，真的日本也蛮悲哀的。好，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2028现在感觉选战在布局了，纽森之外，贺锦丽好像传出也想要再回归来一次。贺锦丽的格局跟高度不够，在上次的选举中已经表露无遗了啊。那经过这1年多啊，他到底有多大的进步？我觉得空间是很有限的啊。所以他不死心，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在民主党内的竞争中能不能脱颖而出。我觉得我们可以观察纽森，当然他的一些奇特的行为也是被大家诟病啊。本来他是明日之星，后来在处理一些紧急危机灾难的时候，处理的并不理想啊。民主党现在缺人啊，也就是说，好像跟某个党也很像哈。我觉得缺人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缺真正的明星啊。那么缺这种有领袖魅力的这些政治领袖，这个是政党最大的一个危机。那就看看纽森在之后啊，明年选举之后啊，他本身啊后面的时间内能不能把自己营造成为啊一个明日之星，那要看他自己的才华，还有他的努力了啊。当然，如果川普的执政情况越来越糟，那这个对在野党来讲，他的条件空间就越来越好。对。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川普的民调很低，民主党的民调也很低，啊，并不是因为川普的民调低以后，民主党的民调就反弹上升，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个人觉得，未来的情况还有变化。这个对川普来讲，跟共和党来说的话，他也很清楚，他一定要赶快解决经济的问题，因为烧到明年的话，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为什么会比较审慎乐观的看待中美的贸易协议？对啊，中美的贸易谈判，就是因为对川普来说，中国大陆是一个跟美国啊，其实是已经超过美国的经济大国、科技大国。那你美国挑他来打的话，美国真的是脑袋啊，真的是有问题。那现在美国打了这么久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大国他惹不起，也不能惹。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抱着比较乐观态度，就是说，川普这种人打不赢的时候就愿意妥协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未来的情况很有可能。我们在美国的国民兵啊、国民警卫队这个部分早就预测，军人你没有办法执法的，你内政的问题是你没有能力执法。现在已经开始出状况了。平常在沃尔玛上班啊，然后上班完了以后，现在被征调了，然后军服一换上去以后，在路上就有权利了，有权利就可以胡搞瞎搞了，啊，这些人到最后会引起人民的公愤。我觉得国民警卫队啊，自己想清楚啊，当他们开始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时候，有了权利就开始，那这个问题麻烦大哦，因为等到一解散以后，他又回去沃尔玛上班。